真的不了解为什么大多数的网友都看衰奥利维拉，看好奥利维拉就会被贴上拉仙的标签。本期视频就带你不看热闹看门道，谈谈奥利维拉对阵加姆洛特的赛前技术解析。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热爱格斗的黑大白，欢迎收看夜话格斗。本周末即将开战的奥利维拉对阵加姆洛特的比赛，也是本月相当值得期待的对决。加姆洛特作为一位速度型的摔跤手，很多拳迷认为他会克制奥利维拉，就像萨鲁基安一样，鄙人还真不这样想。能在缠斗过程中控制奥利维拉的轻量级摔跤手，目前有2位，分别是马哈切夫和萨鲁基安。但摔跤手也要分个能力的高低和风格的不同，不能一刀切。加姆洛特曾经在对阵萨鲁基安时，后2回合拿到了不错的缠斗优势，但前提是萨鲁基安体能比较差。在前2回合体能较好时，加姆洛特的缠斗进攻能力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反而被反摔。然而对战奥利维拉恐怕就没有这样的体能优势了，能否再从后2回合找到优势，可真就不好说了。加姆洛特的优势能力其实并不多，属于比较偏科的选手。他是一位体能充沛、抗击打韧性不错的速度型摔跤手。和萨鲁基安、齐马耶夫这种力量型摔跤手不同，加姆洛特偏向于速度和缠斗的灵活性。这种选手通常移动速度不错，体能充沛，但同时牺牲了一部分的力量，从而在缠斗方面的控制力度有限。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缠斗进攻让人觉得效率不高，并且控制效果一般。如果真的有很强的控制能力，不至于和贾林特纳以及丹霍克打到分歧判定。另外就是加姆洛特比较抗揍，韧性不错，虽然吃到重击会被击倒，但从来没有被 KO 过，也是能免胜贾林特纳和萨鲁基安的重要资本。战力上，加姆洛特的移动速度比较快，这让他在之前的比赛中吃到的打击并不是很多，因为有足够的反应空间和躲闪距离，所以他的防御效率高达 59%。说完了优势，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加姆洛特的短板和不足。不太出色的缠斗控制能力让他最优势的技术打了折扣，所以令他的上限并不理想。面对奥利维拉这种缠斗技巧丰富的柔术黑带4段，恐怕不会有太舒服的发挥。站立打击缺乏侵略能力，是他打法单一的最大化体现。虽然在上一场比赛迎击重击击退过丹霍克，但糟糕的战力武器库和较少的打击变化，让他在战力打击的终结能力上较差，无法形成战力打击上的威胁，难以让对手战力打击忌惮。丹霍克是一位不缺乏勇气的拼打型战士，更不会忌惮加姆洛特的战力打击水平。在他的围追堵截下，加姆洛特一度陷入狼狈。同比可知，奥利维拉作为大心脏选手，战力围追堵截打重击，缠斗贴缠寻求终结是他最擅长的节奏。凭借一手重炮击倒过钱德勒、盖奇、大流士等好手，重击能力应该在丹霍克之上。这样的对决一定给加姆洛特压力更大。只是在打击半径和跨步移动速度上，奥利维拉会比丹霍克差一些，这也是本场比赛中战力层面最大的不确定性和变数。加姆洛特战力层面的游走打点和快进快出是否会把奥利维拉逼得很苦，是本场比赛最大的胜负手。几乎所有的拳迷和网友都知道，奥利维拉的防御效率低，只有 49%， 足足比加姆洛特低了10个百分点。但针对于奥利维拉这项不足，需要精准重击能力强才能够针对。加姆洛特的头部打击精准度一般，同时重击能力可能是在排名内倒数的。除了格兰特·道森外，他的重击能力甚至不及莫伊卡诺和大流士，加上平均每分钟 3.35 次的有效打击频率，实在是不高，真的难以想象他对奥利维拉的打击威胁有多少。说白了，奥利维拉的防御效率低这个短板，加姆洛特不太具备针对性的技术优势。众所周知，奥利维拉的打法是依赖于终结的，他的终结率目前高达 90%， 但加姆洛特的终结率仅为 52%， 在排名内选手中也是倒数的，说明奥利维拉的打法比较依赖于终结，但加姆洛特是比较依赖于缠斗控制摩擦的。所以奥利维拉曾经的打法比较激进，甚至不计代价的去打重击和降服尝试。他不是一个很敏锐的人，不像古特和佩雷拉这种擅长寻求对手的破绽去收割对手，他总是大胆尝试，并且努力创造机会。上一场比赛面对精准重击能力极其出色的托普利亚，奥利维拉也在做推进式的缠斗和战力组合进攻，所以高压窒息的环境是他最擅长给予对手的。奥利维拉的运动战能力不强，让他在战力打击上只能端着报价推进或是换命出击。
加姆洛特不是托普利亚那样的重炮手，更没有马哈切夫那样的防反能力，甚至进攻重击也不如萨鲁基安。所以面对于奥里维拉，加姆洛特战力破局势必非常的危险。从体能持续上来讲，加姆洛特应该是量级排名内第一档的选手。面对大流士和萨鲁基安，都表现出了超长的续航能力。奥里维拉虽然比赛终结率奇高，但从体能存续角度上来讲，与钱德勒的鏖战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节奏比较好的比赛中拥有4回合的优势体能。这一点其实是加姆洛特的重要机会点。如果在缠斗领域拉快比赛节奏，奥里维拉有可能会被高强度的缠斗将优势体能限制在3个回合以内。这样一来，后2个回合的大优势势必在加姆洛特的手中，放2拿3是加姆洛特最佳的战术选择。但这种策略讲起来容易，实行起来难，因为奥里维拉的重击以及大胆的降服尝试让人不可小觑。加姆洛特的扑摔往往是扛着对手的打击下潜，不能第一时间进入地面的话，也会吃到内围的重击。奥里维拉偏偏就是一个中近距离和内围重炮打击手，加姆洛特一旦像对阵丹霍克那样吃到重击被打掉状态，将会万分危险。总结一下，加姆洛特的缠斗进攻能力恐怕收益不大，战力打击又不易针对奥里维拉的低防守效率问题，体能拉练风险又不小，所以对他而言，这场比赛一定是大大的挑战。但并非胜利的机会渺茫。假如加姆洛特加强了站立重击、防反打击，在奥里维拉进攻时有机会击倒他，拿到某个回合。假如奥里维拉因为上场比赛被终结，加上年龄偏大，导致状态下滑较多，加姆洛特没准在体能、速度和缠斗力量上都有优势体现。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奥里维拉出现问题，而并非加姆洛特的优势技术和针对性的体现。所以这种局面我们称之为标准的劣势局。鄙人作为更喜欢奥里维拉的拳迷之一，但愿他的状态依然在线吧。毕竟他贡献精彩对决的能力一定是远远高过加姆洛特的，那就让我们在比赛中拭目以待。我是热爱格斗的黑大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赛后再见。